系统让我霸凌校霸，我硬着头皮将一沓钱推到他面前，请你当我的保镖。不对，走狗。校霸被气笑了，哪里来的大小姐？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？我看着他可怕的表情，慌乱地从书包里翻出一张黑卡，双手递给他，语气十分忐忑。现在你能当我的狗了吗？校霸沉默了片刻，汪汪。被亲生父母领回家的那天，系统找到了我。真千金身份识别完毕，恶毒女配剧情加载中。他告诉我，我是一本小说里的角色，如果我不按照他的指令完成相应的任务，那么我和爸爸妈妈就都会死。我担心他真的伤害别人，慌乱的点头答应。系统当即给我念了一大段剧情。失散多年的真千金终于回到家中，却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冷漠的爸，忙碌的妈，鸠占鹊巢的假千金，还有融不进的家。真千金失望地看着空荡荡的别墅，下定决心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于是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，我按照系统的指令，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，忐忑地守在姐姐温一瑶的门外。真千金为了尽快在这个家里立足，决定给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一个下马威。她端着一杯滚烫的开水，守在贾千金的房间外面。房门打开的时候，真千金毫不犹豫地将开水到贾千金的脸上，嚣张地让贾千金滚出去。我听得正出神，面前的房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，一道高挑的身影走出来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牛奶险些洒出来。宿主，就是现在！听到系统的催促，我颤抖着将手里的牛奶泼到姐姐脸上。滚出我家！可没想到，因为我个子比她矮，所以泼错了位置。温热的液体沿着温一瑶的锁骨往下流，瞬间打湿了她的白色睡裙。我看着她傲人的双峰，脸色突然爆红。对不起，我慌乱挪开眼，手忙脚乱地抽出纸巾，帮姐姐擦拭胸口的如湿。系统在我脑海里训斥：让你泼热水，你说太烫，不愿意，现在泼个牛奶还泼错位置，宿主，你到底干嘛吃的？我无助地道歉，嘴里不断说着对不起，泪珠不争气地涌出眼眶。够了！温一瑶突然出声打断我：温莹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姐姐。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看着她。温一瑶皱了皱眉，抬起手，我以为她要打我，害怕地闭上眼，没想到她只是轻轻地在我的脸上掐了一下。这次就算了，不早了，快去睡觉。随后若无其事地走了，留下呆愣的我和凌乱的系统。不是，女主就这么水灵灵地走了？说好的眼里容不得沙子，睚眦必报呢？她怎么没扇你巴掌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说完又试探道：也许姐姐人这么好，我们两个是能和平相处的呢？系统恨铁不成钢，宿主你是恶毒女配，要跟女主作对的，你怎么能对她有好感呢？宿主难道忘了自己身为恶毒女配的结局是被女主赶出家门，惨死街头吗？我小声的哦了一声，轻手轻脚的收拾好一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爸妈为我安排的学校。讲台上，我低着头站在老师身边，目光却被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吸引。系统在我脑子里把小黑板敲得梆梆响。接下来是关键剧情，宿主认真听讲。真千金来到学校，出手阔绰的她很快就组成了自己的小团体，开始霸凌别的同学。长相帅气，向来桀骜不驯的周宵野成了真千金的新目标。他发誓要让曾经的校霸也心甘情愿地跪倒在他脚下，沦为他的走狗。我看了眼趴在桌子上埋头睡觉的男孩，为难地跟系统说：我做不到，我真的不会霸凌别人。系统说：没关系，其他人都不重要，宿主只要霸凌周宵野就可以了。我飞快瞥了眼周宵野胳膊上鼓起的肌肉，又紧张地低下头。可是他看起来好可怕。系统耸了耸肩：放心吧，他不打女生。我犹豫片刻，小声地提出了一句质疑：为什么我要惹一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人呢？系统有些不耐烦了：因为你是无脑的恶毒女配，就是要踢到铁板，自食其果，读者才能爽啊。我心情很糟糕的哦了一声，想到自己这个恶毒女配将来会被身边的所有人讨厌，怎么都开心不起来。可是不走剧情又会死，所以我最终还是抱着书包，在其他同学惊讶的目光中，走到了周宵野旁边的空座位旁。系统催促我快点找好角度坐下，摆出高傲的表情，等周宵野一醒就开始走剧情。我听话的将东西放好，挺直腰板，很端正的坐在椅子上，直到腰都坐酸了，周宵野才不紧不慢的醒过来。他揉了揉蓬松的头发，余光瞥到我这个新同桌，突然顿了顿，皱紧眉头看着我：你哪位？系统连忙大喊：快，剧情要开始了，宿主快跟上！真千金扬起下巴，十分高傲地对周宵野说：我是你的主人。我按照系统的指示，真诚地看着周宵野的眼睛，也说出了那句台词：我是你的主人。但是显然我根本没有小说里真千金的气势。在我说完这句话后，教室里突然爆发一阵笑声，哈哈哈！野哥，你家小猫成精了吗？怎么跑到学校里对你喵喵叫啊？周宵野气笑了，他盯着我，指节不紧不慢地扣着桌面。你再说一遍。我颤抖地打了个哆嗦，下意识解释道：我想请你当我的保镖。不对，是走狗。大家笑得更大声了。系统也生气了：宿主，你现在要扮演一个高傲的大小姐，你跟他解释干嘛？对不起。我连忙捂住嘴。算了，宿主快点走下一段剧情。真千金从包里掏出一沓现金，摔在周宵野的脸上。诺，如果你愿意当我的走狗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我费力地将书包从桌兜里拽了出来，将一书包的红色钞票推到周宵野的面前。这些是给你的报酬。周宵野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又将包推了回来，冷笑道：哪里来的大小姐？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？在一片嘲笑和起哄声中，真千金又不屑地加了一沓钞票。现在呢？听到这段剧情，我的动作突然顿了顿。系统不解：怎么了，宿主？再拿点钱出来就可以了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我取出来的钱都放在一个包里，现在身上没钱了。系统无语了片刻：那还有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？先拿出来，效果应该差不多。我看了眼周宵野可怕的表情，慌忙应了声好。
从书包里掏出今早上学前姐姐塞给我的黑卡，还有些不舍得，把黑卡捏在手心，担忧地问系统：万一周小野真的同意了，怎么办啊？系统跟我打包票，不会的，周小野家里又不缺钱，给他的钱越多，他就越是觉得别人是在羞辱他。宿主这张黑卡够他把宿主直接拉黑了。不过他越讨厌宿主，后面的剧情就越好办，宿主不用担心。听完系统的话，我勉强放下心，鼓起勇气，双手将黑卡递到周小野面前，忐忑地说出台词：现在你能当我的狗了吗？周小野盯着我手心的黑卡，表情古怪。干得不错，宿主。你看周小野被你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哈哈。系统非常激动，对我的态度也温和了很多。按照原剧情，周小野接下来肯定会很生气的让宿主滚远点，宿主别伤心，走之前记得把钱和卡都带。系统话还没说完，我手心里的卡突然被人拿走，我睁大眼，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手心。系统也惊了，哎呦，卧槽，你小子干嘛？说好的是金钱如粪土呢？周小野手里把玩着那张黑卡，眼里闪过欣慰的光。你这是要包养我？我连忙摆手，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可不可以先把卡还给我？后半句话还没说完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周小野把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不管是不是，这卡我先收着了。我激动地站起来，可是，嗨，系统提醒我，宿主注意剧情。我只好委屈巴巴地坐回去。你拿了我的卡，可是要给我当走狗的？你想清楚。我想让周小野主动反悔，却没想到他从善如流的点头。拿钱办事，我懂。他又轻咳了2声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狗。我呆住了，耳边突然响起一段剧情。真千金甩完钱后，嚣张地勾起周小野的下巴，冲他挑衅道：乖狗，叫2声我听听。系统激动地搓了搓手，宿主，这段剧情刚好可以接上。我被迫捧起周小野的脸，有气无力地把台词复述了一遍。说完，系统温馨提示道：宿主一会儿记得躲。原著里周小野直接把桌子都掀了。我点头，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周小野拍开我的手，他一直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眼底写满了犹豫和挣扎。最后还是我先退缩了。系统，我能先放手吗？我手的好酸啊。系统非常干脆地拒绝了我。不行哈，宿主，这是必要的心理博弈，宿主一定要等到周小野先沉不住气，宿主加油。我苦恼地皱起眉头，最后无奈拍了拍周小野的脸，乖，其实是想暗示他快点翻脸。周小野看着我的眼睛，耳尖突然红了，很小声地说了句汪汪。我睁大眼又懵了，这怎么又和系统说的不一样？周围的人静了静，紧接着炸开了锅。不是，野哥你从前不这样的呀？听说野哥最近经济有点困难，原来是真的。这哪是困难，这他妈是直接破产了吧？看吧，我就说不努力就会成为女人的玩物。什么玩物不玩物的，你傻呀？大小姐出手这么阔绰，明明是来扶贫的，但是只扶野哥一个人可就不够意思了。所以大小姐您看您还缺狗吗？也算我一个。大小姐，我当狗很熟练的，汪汪汪，滚一边狗叫去，别脏了大小姐的耳朵。一群人突然推推搡搡的围过来，追着我喊大小姐，吓得我钻进课桌下面，不争气的喊系统，系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然而系统像是突然短路了，一直翻来覆去的重复着几句话。不应该呀，他怎么就同意了呢？真是见鬼了。周围的人慢慢靠近，将我困在了中间。我躲在桌子下，无助地抱着膝盖。系统，你还在吗？系统，我又喊了几声，这才注意到系统在消失前给我留了一句话：当前系统已无法适应任务要求，请升级至最新版本。我愣了愣，正发愁该怎么升级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突然钻到课桌下面，两眼冒光。大小姐，您看我行吗？啊！我猝不及防，被吓了一跳，跌坐在地上。周小野皱了皱眉，揪住对方的衣领，将人从课桌下拽出来，拎到一边。周围看热闹的人见状，顿时作鸟兽散。我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发现周围的人都走了，手脚并用，飞快地从书桌下爬出来。一抬眼，发现周小野站在一旁，戏谑地看着我。我干咳2声，试图挽回自己身为恶毒女配的颜面。干得不错，恭喜你通过我的测验了。说完，匆忙抓起包朝教室外面跑。不好意思回头看周小野是什么反应。正是放学的时候，走廊上都是打闹的学生。我混进人群里，刚缓了口气，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声响亮的提示音：第 2.0 版本系统已上线，还伴随着华丽的撒花特效。我一脸迷惑，系统升级这么快吗？系统矜持地清了清嗓子：宿主，之前剧情推演出错是因为系统长时间未升级，存在较多 bug。新版本经过升级，绝对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问题。话音刚落，我的脑子里又响了一声：第版本升级完成，外援系统已强制开启。系统卧槽了一声，这什么鬼东西？他哗啦啦地翻着升级条款，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一行小字：版本升级后将默认开启外援系统，外援系统开启后不可关闭。系统僵住了，我疑惑地歪了歪头。什么是外援系统？系统心虚合上条款，咳了2声，应该是来帮忙的，宿主不用管，照常做任务就可以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没放在心上。回到家，爸妈难得都在，我刚想凑上去，系统连忙阻止我：宿主别忘了，你因为爸妈在你走丢后立马领养了假千金，正跟他们冷战呢。我迈出的脚又硬生生收回来，委屈地哦了一声。系统又开始催促我走剧情。真千金回到家，看着假千金和爸妈一家3口坐在餐桌前，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冲过去先翻桌子，我冲过去先系统，我先不动。我欲哭无泪，系统连忙给我支招：那就拽桌布，把菜都摔在地上，让他们吃不了就可以了。我一只手揪住桌布，看到桌上琳琅满目的菜，犹豫地咽了口水，都还没吃呢，多浪费啊！要不让他们先吃会儿，我待会儿再来。系统还没来得及回答我，突然出现一道冰冷的电子音：第
检测到宿主有违抗剧情的行为，惩罚模式即将开启。10、9，系统慌张的大喊：“不是，哥们，你先等等！”外援系统丝毫不为所动。3、2、1，我瞪大眼，一阵强烈的疼痛突然从五脏六腑袭来，我顿时跪倒在地上，碗碟噼里啪啦摔了一地。温莹、爸妈和姐姐都扑向我，我蜷缩在地上，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心痛地说了句对不起，随即控制不住地陷入了昏迷。晕倒后，我在医院住了1周，出院后回到学校，学校里正在办运动会，周潇野刚拿了一堆奖牌，跟一群男生勾肩搭背地回到观众席，受到班里同学的欢迎。我低着头，静静躲在遮阳伞下面，不去凑热闹。周潇野却没忘记我这个金主，他拨开人群，主动走向我，高大的影子瞬间遮住了太阳。我抬起头看他，脸颊突然传来丝丝凉意。中暑了吗？脸这么红。周潇野将一瓶冒着冷气的冰水贴在我脸上，眉眼里全是张扬的笑意。刚买的，喝吗？我淡淡的瞥了一眼，突然伸手拍掉他手里的水，冰水滚落在地上，外包装上瞬间沾上一层灰尘。周围嬉笑打闹的人都愣住了。周潇野皱起眉头，他耐着性子，压低嗓音又问了一句：“你不能喝冰的。”我垂着眼，意有所指地瞥了眼他被汗水打湿的上衣，冷冷回了句脏。说完转身走了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无力地扶着墙，缓缓坐在地上，脑海里突兀响起外援系统不带感情的声音。检测到该剧情点已完成。我松了口气，双手抱着膝盖，身体颤抖着。那天被惩罚时的痛像是刻进了骨髓，只要听到那道冰冷的电子音就会响起。宿主。系统沉默片刻后开口，只要宿主能够认真完成后续剧情，就不会再被惩罚。我有气无力地蹲在地上，点了点头。喂。突然有人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触发剧情。真千金中暑晕倒在路旁，好心的同学想要救助，却被他冷冷推开。少多管闲事。我拍开对方的手。少多管闲。一回头，又是周潇野那张脸，他的脸上写满不悦。我下意识后退2步。周潇野挑了挑眉，怕我还敢拍掉我给你的水？我扶着墙站稳，嘴硬道：“我只是中暑，头晕没站稳而已。”周潇野把医药箱拎到我面前，里面有药，自己拿。我伸手去拿，突然被他抓住胳膊。你的胳膊蹭伤了。我低头，果然看到一片红，见了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的，难怪火辣辣的疼。我瘪了瘪嘴，不用你管。周潇野被气笑了。大小姐，我是看在钱的份上，行了吧？他无奈地拎起医药箱。大小姐现在能屈尊降纡，让我给您包扎一下了吗？哦，对，差点忘记我花了钱的。想起那张在我手里只待了半天的黑卡，我立马点头。周潇野用生理盐水帮我冲洗完伤口，又拿起沾了碘伏的棉签，可能会有点疼，稍微忍忍，我尽量轻点。我刚要说没关系，耳边却突然又响起剧情的声音。真千金明明已经说过了不需要帮助，对方却一直纠缠不休，惹恼了他，他恼羞成怒地扬起手抽了对方一耳光。滚啊！我愣住了，低头看向耐心帮我处理伤口的周潇野，突然觉得良心在痛，于是跟系统商量，能不能只说台词，换个动作。系统，我觉得可。检测到宿主有违背剧情的倾向，已开启强制执行。外援系统不带感情的宣判。你星号。系统破口大骂。下一秒，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挥出去，一巴掌抽在周潇野的脸上，十分响亮。周潇野错愕地看着我，手里还举着棉签，整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懵了。我没办法解释。强制执行开启的同时，我又接到了惩罚警告。虽说这次只是警告，可我还是疼得眼泪一下子飙了出来。我哽咽着说完台词，滚啊！周潇野匪夷所思地盯着我，消毒有这么痛吗？我下手太重了。我胡乱摇了摇头，眼睛含着泪，有气无力地蹲在地上。周潇野顾不上计较，掏出手机打急救电话。我忍痛伸手拦住他，没用的，我缓缓就好了。上次被惩罚痛晕后，爸妈把我送去了医院，结果什么都没检查出来。系统说外援系统降下的惩罚是灵魂层面的创伤，所以宿主你悠着点，灵魂被电击太多次是会消散的。我怕痛，当时飞快地点头答应，下定决心要好好走剧情。没想到今天又被警告了，估计系统也会觉得我很讨厌吧。我悲伤地低着头，残酷的电子音再次响起。检测到任务者短时间内多次犯错，惩罚时长加倍。我的瞳孔骤然紧缩，随后认命地闭上眼，准备咬牙硬抗。然而预想中的痛苦并没有出现，用来惩罚我的电流还没来得及再次伤害我，就已经全部被另一股力量吸走了。我茫然地跪在地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向来没有感情的电子音带着几分怒意质问系统：013号系统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子忍你很久了。系统撸起袖子，老子的宿主自己都没舍得罚过，你来了以后说电击就电击，说惩罚就惩罚，老子的人是这么好欺负的。说完朝外援系统扑了过去。两个系统突然掐起来，在我脑子里打成一团，用数不清的病毒和垃圾软件砸向对方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最后眼睁睁看着他们两个一起变成一团乱麻。系统，我试探地喊了一声，结果又是熟悉的。当前系统已无法适应任务要求，请升级至最新版本。可这次我等了很久，始终没有等到升级完成的撒花特效，我只能在面板上一通乱按，直到脑子里跳出一个弹窗。宿主你好，由于我司013号系统声称自己在工作过程中被傻星号同事妨碍，受了工伤，目前正与我司处在法律纠纷之中，暂时不能返回岗位，因此相关任务暂时终止。在此期间，请宿主在维持原人设的基础上正常生活，祝您生活愉快。系统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不知道新剧情，只能重复之前做过的事，维持住我恶毒女配的人设。我每天晚上端着牛奶站在姐姐的房门口，不好意思地问她，姐姐今天可以泼吗？现在我已经能泼得很准了，整杯奶都倒在姐姐的脸上，一点都不会浪费。温一瑶无奈地点点头，可以，等我先换身衣服洗个澡。
后来姐姐脸上敷着牛奶面膜，郁闷地问我，温莹，我真的很黑吗？你怎么每天晚上都追着我倒牛奶？我连忙摆手，不是的，姐姐的小麦肤色很好看，五官又深邃。她穿着黑色西装裙，挑眉看我的时候，我总会控制不住的脸红。泼牛奶不是为了美白，但是原因我没办法说出口，只能愧疚地站在旁边，听姐姐悠悠的叹气。至于学校里，用钱再去羞辱周宵野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我是真的没钱了，只能端起大小姐的架子，不客气地指使她跑腿，让她厌烦。结果1个月过去了，周宵野似乎乐此不疲，而且我发现自己饭卡里的余额一点都没变，这才惊觉自己这个金主居然吃了1个月的软饭，慌乱地找到他，想把饭卡要回来。周宵野按住我的肩膀，强迫我坐回去。算了吧，大小姐，食堂人这么多，把你撞倒了怎么办？还躲角落里哭。他嗤笑，我的瞳孔缩了缩，怎么被他看到了？我朝他伸出手，嘴硬道，不用你管，把卡还给我。周宵野皱了皱眉，你有新的狗了？说完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不可能，我警告过他们不要打你的主意。他语气冷硬，所以除了我，你找不到新的狗了？我噎了噎，哪有人当？还当上瘾了？在他可怕的目光注视下，我默默把爪子收了回来。周宵野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越发觉得不对劲，什么时候金主反而要被管着了？我沮丧地耷拉着脑袋，系统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再不回来，我是真的要把恶毒女配的颜面都丢尽了。系统这一走就是6年，我从高考到大学毕业，系统还没有回来。为了挽救我摇摇欲坠的人设，高中毕业后，我飞快地远离周宵野，因为在他身边，我的人设崩塌得最快。大学跟周宵野在不同的城市上，之后再也没见过面。最开始，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但总是被我慌乱地挂断。渐渐的，我们2个就彻底失去联系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待在姐姐温一瑶身边，熟悉家族产业。姐姐向来优秀，当初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，她就已经从大学里提前毕业，着手管理家族产业，现在早就成了优秀的企业家。她总爱捏着我的脸说，如果我当年没有走时，有温家的资源在，现在只会比她更优秀。但我羞涩地摇了摇头，我没有姐姐这么聪明能干。温一瑶深深叹一口，医生说你身心都受到过创伤，反应慢是正常的，但是没关系的，温莹，你想学什么，我都会教你，咱们慢慢来。后来姐姐每次外出社交都会带上我，让我逐渐融入圈子。最近合作伙伴周老先生的寿辰将至，姐姐带着我赴宴，没想到中间出了点小事故。周老先生生气地举起拐杖追着人打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一直拖着不肯成家，我一直以为你的心思扑在事业上，才没说什么。谁知道你在外面找了个富婆，还心安理得的拿着人家的黑卡吃软饭，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孙清理门户。事故发生的时候，我和温一瑶就站在旁边，我一直专注地低头吃着盘里的自助，袖子都快被姐姐拽烂了，只好无奈地回头跟她一起看热闹，只看了一眼就愣住了。周宵野，你认识？姐姐把耳朵凑了过来，我胡乱点了点头。姐姐一脸探究地看着我，那你知不知道爸妈最近也在给你物色联姻对象，并且候选人名单里就有他？我顿时愣住了。姐姐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说实话，咱们圈子里的优质男原本也没多少，能洁身自好不乱搞的就更没几个了。周家风严，周家小公子原本也在爸妈的考虑范围内，没想到啊，私下里玩得这么花，小年纪就被富婆包养，啧。我看到周老先生手里的那张黑卡，心顿时塞住了，还真是当年姐姐给我的那张卡。没想到隔了这么久，会突然东窗事发。温一瑶伸长脖子朝周宵野那边看了一眼，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富婆的眼光还算不错嘛。我咕咚咽了口唾沫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他，其实包养周宵野的富婆就是他。我已经焦头烂额了。这时候脑子里突然想起熟悉的滴，都怪那群傻逼，害得老子差点连宿主最后的剧情点都错过了。系统亲切的怒骂声又重新出现在我脑海里，我感动的差点哭出来。系统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当前剧情和任务进度，看完后他十分惊喜，宿主真厉害，我不在还能把剧情推进到这种程度。我愣了愣，什么？系统招呼我看最后这段剧情，真千金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偷走假千金的黑卡送给自己包养的小鲜肉。没想到事情很快败露，真千金偷卡包养人的事在宴会上被当场拆穿，从此被人鄙夷，再也融不进圈子里。我听完沉默了许久。黑卡是温一瑶的，宴会上被人误会是富婆用这张黑卡包养情人，四舍五入要素点都已经凑齐，就差临门一脚被人拆穿了。偏偏姐姐2条长腿交叠，撑着下巴，还在饶有兴趣的看热闹。我默默揪了揪她的袖子，试图挽救。姐姐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不急。姐姐突然两眼一亮，指了指周先生手里的卡，你看那张卡跟我给你的是不是很像？那是咱们温氏银行给专属客户的。啧，说不定我能帮忙查查，看这个富婆到底是哪家的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无助的看着姐姐一步步朝那边走。她问周先生要来那张卡，没细看就交给了下属。我一时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慌张，但我知道离我名声扫地应该不远了。很快，温一瑶的下属回来了，在她耳边低声汇报。当她的目光突然犀利地转向我，我就知道事情应该瞒不住了。周老先生拄着拐杖走来，精神莫硕。温小姐，请问事情有进展吗？温一瑶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。周老先生，瞧我连自家业务都记不清，像这种黑卡用户的姓名等信息都是绝对保密的，所以很抱歉，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上了，是我们强人所难，麻烦了温小姐。周老先生体谅地道了声谢，两个人又寒暄了一番。我呆愣地站在一旁，直勾勾地盯着姐姐看，直到她结束应酬，拉着我到无人的休息间。她慵懒地倒在沙发上，一把将我也拽了过去。坐。沙发很小，我紧挨着她坐下，努力往另一边靠。温一瑶不满地瞪我一眼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的，我是怕坐到姐姐的衣服，把衣服压皱了。温一瑶啧了一声，又开始对我的脸蛋上下其手。
早知道会这样，不如撒谎说讨厌他了。反正我是跟他水火不容的恶毒女配。温一瑶捏够了，不舍得松手，开始说正事。不解释解释，我给你的黑卡，你转手就送给了心爱的小狼狗。他夸张地捂着心口，抹了把不存在的眼泪。温莹，你这个见色忘姐的渣女，我要 diss 你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不该把你的黑卡给别人的。我羞愧地低下头，脸红红的解释。但周萧野他不是什么，姐姐误会我们两个的关系了。温一瑶哦了一声，盯着我的眼睛，挑了挑眉。所以，即便他被周老爷子打断腿，你也不会在意，更不会心疼了。我愣了愣，姐姐，你说什么？周萧野之前确实叛逆了一点，但是应该不至。温一瑶耸耸肩，周家的家风就是这样，养歪的苗子宁可打断腿关在家里，也不会放出去霍霍别人，还挺让人佩服的。刚才周老爷子也跟我说了，其实查不查得到包养周萧野的富婆都不重要，重点是周萧野自己没抵住诱惑，所以被打断腿关在家里也是活该喽。我嘴唇颤抖，可是他没有花过那张卡上的钱啊。温一瑶支着下巴，笑盈盈地看我，苦恼地叹了口气。那也没办法，谁让他动了心呢？我急得站了起来，根本没听出姐姐的言外之意。想起当初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，才给了周萧野那张黑卡，没想到现在却害了他。我按下门把手，想要冲出去救人，却被姐姐拦住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神色焦急，我要去跟周老先生解释清楚。然后呢？什么？我是说你的名声怎么办？温莹，你不能指望那群人会相信你的解释，他们只会觉得你是在想办法包庇周萧野，美化你们之间的包养关系。我怔住了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在救周萧野的同时不损害他的名声？温一瑶被气笑了，你怎么不先考虑考虑你自己？我抿唇不语。系统早就说过，恶毒女配是没有好下场的。这几年能享受到家人的爱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只恨自己不够谨慎，在本该身败名裂的时候，把别人也拖下水了。想到可能很快就要被赶出温家，我眼中含泪，悲伤地看着他。姐姐，这几年谢谢你的照顾，以后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。温一瑶满脸惊愕，你干嘛？你要跟周萧野私奔吗？我不同意。虽然我果断摇头，姐姐却还是不信。她低骂了一声，就不该配合那臭小子的奸计，人都差点让他拐走了。我哭得抽抽搭搭，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。姐姐，我想去见周萧野，跟他道个歉。温一瑶烦躁地拨了拨长发，最后咬牙切齿地答应。去吧去吧，记得保护好自己。我没明白姐姐后半句话的含义，迷迷瞪瞪地敲响了周萧野的房门。房门打开后，我跟周萧野四目相对，好久不见。我尴尬地跟他打了个招呼，4年没见，这是重逢后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周萧野。他早已褪去少年的青涩，五官更加硬朗，冷脸看人时压迫感更重。是你？大概是见到熟人，他冷酷的脸柔和了些，一手插兜，另一只手扣住门。找我什么事？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方便进去吗？或者我们换个地方？周萧野沉默片刻，松开手，进来吧。打扰了。我局促地走进周萧野的房间里，刚才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冒昧进男孩子的房间还是太冒犯了。我一路低头看着地板，无意窥探他人的隐私。周萧野就走在我身后，抬头，别撞到墙了。他嗤笑。我尴尬地抬起头，快步走到茶桌前，连自己走路同手同脚了都没发现。周萧野拉开椅子，坐在我的对面，一直盯着我，也不说话。我咳了2声，为了打破沉默，被迫没话找话。4年不见，你变化还挺大的哈。周萧野眼皮都没抬。你也变了，但不多，还是跟以前一样笨。话题被快速杀死。我深吸口气，干脆硬着头皮直奔主题。我来是为了黑卡的事，我会跟周老先生解释清楚的。哦。周萧野的表情很平淡，说出来的话却险些让我呛死。你要跟我爷爷承认曾经包养我的事了？我憋红了脸。那倒也不是，毕竟我们不是那样的关系。周萧野挑了挑眉，不是，你花钱我办事，怎么就不是包养关系了？要是从前，我可能真被他3言2语给糊弄住了，但现在我好歹跟在姐姐身边见过许多人和事了，自然没那么好忽悠。我认真想了想，反驳他，我们之间没感情，只是冰冷的金钱交易，而且大多数时候你根本没收钱，甚至还倒贴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心虚又愧疚，那时候不懂事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把钱还给你吧。周萧野哦了一声，不用。他闭着眼倒在椅子上，是我一厢情愿犯贱，跟你没关系。他的脸色又变得十分冷硬，摆出一副拒绝交流的架势。你走吧，爷爷那里也不用你去解释，你那张黑卡本来就是我故意要来气他的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我哑口无言，看着他冷漠的样子，心里十分酸涩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尽量不打扰他，轻手轻脚地起身朝房门走。中间路过一面柜子，我用余光瞥到，里面除了奖牌和奖杯，剩下的都是相框和相片。好奇心最终还是促使我朝柜子里又看了一眼，里面的照片除了一张集体毕业照，其他的全是我。我下意识回头，周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，四目相对，我尴尬地笑了笑。原来你喜欢收集照片啊。周萧也偏过头，不肯再看我，额头上青筋直跳。我近乎是落荒而逃。我先走了。等我小心翼翼地掩上门，沉默许久的系统突然大喊：够了！老子真是受够了！系统怒吼：要不老子干脆改名叫红娘系统算了。什么？我微愣。宿主，有时候我真的恨你是块木头。系统恨铁不成钢。周萧也他喜欢你，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喜欢。我瞳孔地震，花了几秒才消化这个消息。反应过来后，难过又自卑地摇了摇头。怎么会有人喜欢我这样懦弱无趣的恶毒女配？况且我对周萧也做过很多过分的事情，甚至还扇过他一巴掌。我越说越愧疚，险些又要流眼泪了。只要你情我愿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顶多算是情趣，你懂吗？系统沧桑点烟，生无可恋的仰头望天。老子真蠢，真的，有些事升到3.0版本居然才看名字。我呀了一声，突然想起另一件事。那我的任务，
是不是算彻底失败了？突然更沮丧了。系统恨不得直接跳出我的脑子，亲手揪起我的耳朵。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宿主，现在还管什么任务不任务？难道不应该直接推开周宵野的房门，一把将他推到墙上强吻吗？难道还需要我把这一段写成剧情，当任务推送给宿主？系统满头问号，眼神里写着荒谬2个大字。我坚定地冲他摇头，不行，任务失败后我很快就会死，我不想玩弄别人的感情。系统不自在地咳了2声。其实吧，那句话也就吓唬新人，让宿主们乖乖听话做任务。失败的任务者多了去了，哪能真的都抹杀？宿主你说是吧？我震惊。可是当初你明明说任务失败，不仅我会死，连我爸妈也会。系统尴尬挠头，嗨嗨，那是因为当时系统检测到宿主的求生意愿十分弱，所以只好加码，用宿主的亲爸妈威胁宿主。听完系统的话，我突然沉默了。想到当初刚被找回温家，见到爸妈和姐姐一家3口幸福又温馨，我确实有过这个家没我其实也可以的想法。当年走失后，我被拐卖到了山区，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，那几年受过不少折磨，身心俱疲。如果系统当时说不做任务会死，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。但是现在系统告诉我那不过是一句戏言，我突然感受到无法言喻的荒谬和庆幸。既然不会抹杀，那任务失败的惩罚是什么？系统故作轻松，瞎也没什么，只是失败的人需要帮任务成功的人实现一个愿望。不太好的是，这个愿望是从愿望池里随机抽取的，并且抽到后就会强制执行，防止宿主后悔或抵赖。不过宿主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遇到了想要钱的任务者，宿主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钱，这不就解决了？系统强装乐观，我也不想辜负他的好意，于是也故作轻松地点点头。听起来很简单嘛，那就直接开始抽吧。系统震惊，卧槽，宿主这么勇！我耸了耸肩，想起之前大学室友玩游戏抽卡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哪有赌狗意志书？系统冲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废话不多说，果断按下开始。五彩斑斓的光芒过后，一张被卷起来的红色心愿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系统的眼皮突然跳了跳，宿主，他的语气变得十分沉重。红色心愿纸往往代表着心愿人的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，想要为自己换取一具健康的身体，所以宿主，系统突然不忍心再说下去。我乐观地笑了笑，拿起那张纸条，也不要这么悲观嘛，我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很多了，起码现在还有钱看病，就算是绝症，说不定也能拖一段时间。我将纸条展开，上面是一个聋哑小姑娘一笔一画写下的心愿。妈妈说我是被上帝收回翅膀的天使，所以出生后才会一直听不到声音，也说不出话。其实我知道妈妈是在安慰我，因为她总在夜里一个人哭。有时候我躲在门后面，很想走过去抱抱她，可我既说不出安慰的话，又没有办法听她倾诉烦恼，我甚至听不到她的哭声。我经常烦恼，上帝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把翅膀还给我？如果我曾经做过什么错事，那就让我去弥补不就好了？后来系统哥哥出现了，他的声音和我的老师一样亲切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我能完成任务，就可以许下一个心愿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于是他当晚就给我看了段故事，在故事里，我居然亲手把妈妈杀死了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要完成任务，今后就必须亲手杀死妈妈。这怎么可能？妈妈得了肺癌，在她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，系统背着我，告诉了妈妈有关攻略的事情。最后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像小时候牵着我走路那样，耐心地拔掉了自己的呼吸机。我完成了任务，但也亲手杀死了妈妈。我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成功。我宁可任务失败，接受系统的惩罚，也不想妈妈为了我主动放弃生命。因此，拿到这张纸条的人，我既羡慕又仇恨着你，因为你只需要付出一个代价，而我却失去了妈妈。但这是妈妈为我争取来的机会，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。她生前最大的心愿是亲耳听见我开口说话。妈妈去世后，这个愿望已经注定无法实现，但至少我可以去她坟前献上一束花，亲口对她说一句我爱你。我这辈子见过不少人空长了一张嘴，却从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心话。所以，令人记恨的陌生人啊，我给你最后10秒钟的时间，去和你最想见的人说一句话。10秒之后，请你把嗓音借给我，让我去完成自己的心愿。10、9、8，看到最后一句话时，计时就已开始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跑上楼，跌跌撞撞地冲进周宵野的房间。6、5，他惊讶地接住快要摔倒的我。3、2，我双手拉住他的手臂，选了最俗气的话。周宵野，我1、0。倒计时清空的那一刹那，我顿时失去了所有的声音。可最后2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我跪在地上，颤抖着流下眼泪。如果能再早一点，我突然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周宵野紧紧抱着我，像是抱住了全部。他的声音在抖，语气却越发坚定。我听到了温莹，我都听到了。系统在一旁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为什么他的宿主吃了这么多苦，最后还要变成哑巴，连一句爱都说不出口啊？他愤恨地想要销毁那张红纸条，却在某个角度，由于灯光的照射，看到了用隐形笔写下的最后一句话：为期1天，扮鬼脸，略略略。他面无表情地捏碎纸条，鼻涕眼泪又都收了回去，心想现在他终于可以毫无牵挂地前往下一个世界了。全文完。